眼超 4K 分辨率、Micro OLED 面板、眼动追踪、Pancake 光学，这些加起来竟然还不到300克。当我在24年底第一次听到小派公布这台 Dream Air 头显时呢，说實話，我當時是不太相信的，有種PPT 吹太大的感覺。直到前段時間，這台 Dream Air 終於正式出貨我也是借了一台自己試了一下。好家伙，外面的世界已經這樣了嗎？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好好評測一下這台小派 Dream Air， 聊聊它在畫質、舒適度、追蹤、PC 性能需求上到底表現怎麼樣以及在這麼多參數的疊加下，它到底是不是目前呢最接近理想形態的一台高端 PC VR。從外觀上呢 ，Dream Air 這次的設計跟小派之前的頭顯可以說是完全不同。這台呢是我之前評測過的水晶 Lite， 重量接近2斤，相比起來 Dream Air 基本上就是一副滑雪鏡的大小。然後我手上這台呢是 Slim 版本，不需要 Lighthouse 基站，而是通過正面的4顆追蹤攝像頭來實現頭顯與手柄的 Inside Out 的追蹤。至於實際效果怎麼樣，這部分我們後面詳聊。先來看看它的實際畫面表現。這部分呢是我用相機直接拍攝的頭顯內畫面。Dream Air 用了2塊3840x3552分辨率的90赫茲索尼 Micro OLED 的面板，雙眼加起來呢超過2700萬像素，甚至要比蘋果 Vision Pro 還多出400萬。這裡我也拿了另外2款比較熱門的頭顯拍了一組對比畫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同一場景下 Dream Air、水晶 Lite 以及 Quest 3分別是什麼效果。如果還是拿顯示器來類比的話， Quest 3呢大概能給我肉眼 1080p 左右的感覺，水晶 Lite 則是在 2K 到 3K 之間，而 Dream Air 這次呢是真的給我就是 4K 顯示器的感覺了。說實話，53的 PVD 你再努力的尋找也幾乎是無法找到像素點的痕跡。尤其是在遊玩賽車或者飛行模擬的時候，需要看儀表盤上的小字或者遠處的路牌，這種超高分辨率所帶來的提升呢，就會尤其的明顯。而且除了清晰度以外因為 OLED 的面板每一個像素都可以獨立發光 ，Dream Air 的對比度表現也是頂級的。在同樣的夜晚場景下呢 ，Quest 3的黑色其實還會帶一點灰。水晶 Lite 因為使用了近600個調光分區的 Mini LED 面板已經表現好很多了。但是跟 Dream Air 的 Micro OLED 放在一起差距依然非常明顯。黑的地方呢可以真正的黑下去，同時亮部跟暗部之間的反差也會更強。另外 Dream Air 呢也換上了 Pancake 光學這也讓它的甜蜜點表現基本能夠追平 Quest 3，畫面中心與邊緣清晰度的一致性非常好。不過也由於 Pancake 光學的特性呢 ，Dream Air 在顯示中心與四周對比很大的畫面時，還是能夠看到一點眩光，比如這種全黑背景上的讀取進度條，或者是在全黑的虛擬劇場裡看比較亮的電影畫面時就會尤其明顯。不過在 VR 遊戲裡面因為整個視野基本都會被畫面填滿，所以在我的實際玩過程中呢，倒是沒有注意到過。而對於觀影場景如果選擇一個亮度較高的場景，也能極大的避免眩光的出現在 FOV 方面呢，使用默認的面罩，它的橫向 FOV 為110度，基本跟 Quest 3這類主流頭顯持平，雙目重疊率表現也不錯在80%左右。但是縱向 FOV 我個人感受是要比橫向 FOV 小一點，在90到95左右，不算市面上最大的梯隊。不過對於我來說如果要換的話，相比起多出來的那5到10度 FOV 我還是更願意要 Dream Air 現在這種屏幕素質。聊完畫面，我們再來看看佩戴體驗。之前提過 Dream Air 本體加綁帶只有200-300克重，那佩戴體驗一定無敵了，對吧？還真不是因為頭顯默認呢，基本只靠後面的這2根綁帶來固定，沒有任何頂部或者額頭支撐，所以大部分壓力呢都是集中在面部。好在 Dream Air 本身足夠輕，所以短時間使用的問題倒也不大。但是如果連續玩到2個小時以上我還是會感覺到有一點勒臉。不過在我參考了一個全球化方案之後我發現部分 Quest 3的舒適頭戴，像這種直接插入並夾在頭顯兩側的類型，竟然完全不需要改裝就可以直接適配 Dream Air。目前我知道可以正常使用的有波波 VR 的 M3 Pro、S3 Pro 以及 AM-VR 的 BS1。而我作為一個 Quest 3重度用戶直接就用 M3 Pro 替代了原裝的2根綁帶，因為它是這3款裡面最輕的一個。不過由於 Dream Air 本身呢是通過 PC 以及外置電源供電所以 M3 Pro 後面這顆給 Quest 3續航用的電池在這裡就完全派不上用場，直接不裝就行了。另外我也推薦大家在 Dream Air 兩邊的底部呢貼一節膠帶防止在安裝拆卸的過程中不小心產生劃痕。這樣一來呢 Dream Air 本身的超輕量設計再搭配上 M3 Pro 這種黑
Halo 型頭戴，就可以把原本集中在脸上的压力转移到额头和头頂，脸部呢基本就不怎么吃力了。这样搭配下来，舒適度甚至比我自己的 Quest 3装 M3 Pro 以后还要更好。这时候呢，即使是连续跑4个小时以上的拉力赛，或者飞一趟长途航班模拟全程下来都几乎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不適感。所以如果你已经买了 Dream Air 呢，我个人非常推荐再给它配一個能夠兼容的 Quest 3舒適頭戴，尤其是這種 Halo 型的方案，才能夠真正把 Dream Air 輕量化本身的優勢發揮出來。至於面罩本身呢，我在網上也看到過不少的改裝方案，但說實話，就純舒適度而言呢，本身的就已經足夠了。換面罩更多的目的呢，是讓眼睛更貼近屏幕來略微增大 FOV， 所以必要性呢要比換頭戴低一些，大家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來選擇就好。另外稍微提一下，這次 Dream Air 呢是把 DP 線做成了兩側的模式，這樣的好處是在站立遊玩時重量會更加平均，不會向一邊拉扯。但是壞處是在賽車模擬艙中時線材容易耷拉在身後，會有一點拉扯感，影響頭部的自由度。所以我的解決方法呢是用一個魔術貼把這個線材合併處固定在了頭戴上方，讓線材的重量更多由頭戴來承擔，體驗會好很多。大家也可以試驗一下啊。至於音頻方面呢 ，Dream Air 本身也是帶有一套開放式的揚聲器，這部分沒啥太多可講的，就中規中矩沒有拉垮的地方，但是也沒有像屏幕那樣很驚豔到我，2個字就是夠用啊。接下來聊聊這款 Slim 版本的手柄追蹤表現啊，小派這次並沒有隨着 Dream Air 本身去更新手柄啊，依舊是跟水晶 Lite 同一套方案，造型上呢非常接近 Quest 2的手柄，甚至部分 Quest 2的手柄套都可以直接拿過來用。而追蹤方面呢，以我這段時間的體驗來說呢 ，Dream Air 這套 Slim 追蹤大概處於 Quest 2與 Quest 3之間啊，不完美，但是能夠勝任大部分的場景，像賽車飛行模擬裡面簡單調一下菜單，或者玩節奏光劍，或者像半衰期艾利克斯這種非競技類射擊遊戲基本都不會遇到問題。不過跟Quest 3相比呢，還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差距，就是 Quest 3呢會通過算法去預測手柄的移動軌跡以及大概的位置，所以哪怕手柄呢短暫離開了攝像頭範圍，或者2個手柄互相出現遮擋，絕大多數情況下呢追蹤依舊可以保持得非常穩定。而 Dream Air 目前呢還做不到這一點啊，比如說把手放到身後或者舉到頭頂，完全離開攝像頭視野之後呢，偶爾你就會發現自己的一隻手突然飛到天上去了，或者直接出現在2米之外啊。不過好在呢，只要手柄重新回到攝像頭視野裡面追蹤基本就會立刻恢復正常，所以實際使用中呢影響倒不是特別大，更多的是偶爾會讓你有一點出戲啊。而真正比較明顯的影響呢，還是出現在雙手握持武器的時候，像這種前後手離得非常近的姿勢如果其中一個手柄把另外一個完全擋住就有可能出現輕微的抖動。不過話說回來呢 ，Dream Air 本身也不只有 Slim 版本，如果你家裡本來就有 Lighthouse 基站，那麼可以直接選擇基站版追蹤精度更高，而且還可以繼續使用你原本的基站和手柄生態不過隨着威社新一代的 Slim Frame 也從 Index 時代的基站追蹤轉向了跟 Quest 以及 Dream Air 類似的 Inside Out 追蹤，所以如果你目前呢本身就不是 Lighthouse 用戶我個人覺得也沒有太大必要去再專門淘一套二手的基站跟手柄畢竟以我這段時間體驗來說呢，這個Slim版本除了競技類射擊遊戲或者一些對追蹤精度要求特別高的場景以外基本都已經完全夠用了。另外 Slim 相比起基站版呢，還有一個小區別，就是可以通過輕拍2下頭顯右側來調取攝像頭畫面，開啟透視模式，不用摘下頭顯就能簡單看一下周圍環境。不過這裡需要注意Dream Air 的透視呢只有黑白畫面，清晰度方面呢也並不是按照 M2 用途來設計的，所以並不能像一體機那樣拿來做真正的 M2 玩法，也沒法在遊玩模擬器時呢來透視你的方向盤與儀表，算是一個比較小的遺憾。那麼畫面這麼清楚接下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你的電腦到底跑不跑得動。 Dream Air 已經屬於目前消費級 PC VR 裡面分辨率最高的那一檔了。雖然 Dream Air 的物理分辨率呢是單眼 3840×3552， 但是 VR 跟顯示器不太一樣，因為還需要給鏡片畸變以及畫面校正留出餘量，所以實際在100%畫質下 PC 需要渲染的分辨率會來到單眼5188×4168，這已經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了。所以目前來說呢你就算有5090也並不代表所有遊戲都可以拉滿畫質，尤其是威爾模擬飛行 DCS 還有部分賽車模擬這種本身就非常吃性能的遊戲。不過好消息是呢 Dream Air 本身搭載了眼動追蹤，所以在支持的遊戲裡面可以開啟動態注視點渲染，也就是 DFR 來優先保證你的視線聚焦區域的渲染質量。用這種方式呢可以在不影響體驗的情況下呢節省大量的顯感資源。像我目前使用的是一張 RTX 5080所以我自己平時會在驅動Pimax Evo 裡面把渲染質量設置為90赫茲平衡，這樣下來呢，在我測試過的
絕大部分遊戲裡面基本都可以穩定跑滿90赫茲，同時依舊保持接近单眼 4K 的效果。所以结合我的實際體驗啊，如果你目前使用的是5070 Ti 或者以上級別的顯卡，我覺得搭配 Dream Air 呢都已經可以獲得比較不錯的使用體驗。當然，如果你目前還沒有升級顯卡的打算，但是又很喜歡这種轻量化的設計，也可以看看小派的另外一款 Dream Air SE， 它的硬件思路呢跟這款非常接近，不過單眼分辨率降低到了2560×2560，对顯卡的壓力會小很多。然後剛才既然提到了這個 Pimax Evo 驅動啊，這裡也順便簡單聊一下啊。大家可以把這個新的 Evo 啊理解成 Pimax Play 的一個搶先體驗版本，很多比較新的或者偏實驗性的功能都會先放到這個 Evo 裡，等成熟之後呢，再進入正式版的 Play。比如開發者模式裡面的開放端口啊，可以讓頭顯繞過 Pimax 自己的驅動，而使用像 SBOS 3這樣的第三方原生 SteamVR 驅動進行更多的定制化調整。不過這期視頻我們就不展開了，因為正好下期視頻我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VR Mode 會用到這個功能，到時候我們再詳聊。感興趣的話呢，可以先點個關注啊。OK， 那麼最後簡單總結一下這款頭顯啊，說實話呢 ，Dream Air 可以說是我10年前第一次接觸這個 Oculus Rift 的時候，對於未來 VR 頭顯想象中的那個樣子，擁有超高的對比度，接近肉眼級別的清晰度，同時又很輕。就不是商業吹捧啊，就是 Dream Air 真的是第一次讓我產生一種就是 PC VR 的顯示效果好像真的快到頂了的感覺。當然啊，它距離完美肯定還是有一些距離，比如說前面提到的Slim追蹤並不完美，透視也只有黑白畫面，沒法像一體機一樣實現高分辨率的彩色透視，再加上16000多的價格，顯然也不能算是一台亲民的設備啊。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名發烧级 PC VR 玩家，或者賽車飞行模擬類啊，对于畫質和長時間佩戴都有很高要求的用戶，就是想要頂級的畫面效果，同時預算不是問題的話啊，那說真的 Dream Air 呢是一台非常合適的頭顯。有興趣的朋友也別忘了去置頂評論領一個優惠券，能省個幾百塊錢。好了，那麼以上就是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要了解或者測試的地方，也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我是菠蘿，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